大家好，我是邱平。去年和前年我自驾西北的时候，带大家看了一下西北的明长城遗址，还有明朝的那些军事城堡啊，就相当于屯兵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叫铺，在大西北啊。那么一般的是在平地上面，还有一种是当地的老百姓在一个山顶建了一个铺子，那个是防土匪用的。一个是军事，一个是防土匪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贵阳花墟区，这里呢是一座大山，山顶呢也有一座石头城堡，我们也可以叫做石头铺子。为什么在贵州有这样的建筑呢？这个就要跟朱元璋有关系了。朱元璋统一全国之后，他把贵州这边也纳入到全国统辖范围之内，那所以呢就在贵州嘛，派了很多部队过来。那么贵州当时的文化跟中原文化是不一样的，那么他就引入他们自己的一种军事制度。明朝叫卫所制，所以呢，他就在这个当地呢屯兵，在山顶上建了一个相当于是城堡一样的。在贵州还有个比较典型的云山屯，当地的老百姓啊，到现在还穿着明朝的服装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就来这个城堡看一看。关键是有一点呢，我在网上资料看了一下，这里呢有一个人在这里隐居了大概40年，也就是说从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居住，到现在呢已经60多岁了。我们看今天能不能找到，现在一路上去走一走。这个地方是在花溪区的燕楼镇，碰到一位当地的兄弟啊，他给我们带路。非常感谢他，因为要不然很难找的。我在马路边上转了一圈都没发现。贵州这边的人呢都非常热情。我们现在爬山上去，一路到达山顶就能看到，前面这位大哥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隐居的一位大爷，他的儿子啊，他带我们上去。哎，大哥，你以前在这里住了多久了？我住几十年了，几十年啊，20多年啊，上面住20多年，20多年。现在没住在上面吧？现在父亲生病，整房子下面在下面。但是我一直还在这里管理。在这里管理。上面还种了一些东西，养了一些东西是吧？现在在养啊，就养蜜蜂。养蜜蜂。这里现在好多蜂桶，就这位大哥在这里养的。相当于我们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在山上种植一些东西，养殖一些东西，这还是很好的。你像这些是你们弄的吧？垮了，最后重新修的。哇，厉害呀！它这个墙就是凿的时候，它不是已经塌下来了吗？然后经过人再把它慢慢的累积起来，堆起来。就是还是靠他们自己一步一步弄起来的。对。哇，太厉害了！我基本上都是自己砸碎、自己弄平、弄上去的。对，太不容易了。看看高度的话有10多米啊！你看到它这个墙，它这个墙垒上去的石头，相当于是在这个岩石的基础之上给它垒上去的。那也不容易。你看好多，对，好几米高呢。你父亲太厉害了，包括你也厉害，这些你当初也弄了的。然后这个目前这个古堡上面就这个门能进入，其他地方它长了很多刺，很茂盛，进不去。这个是进入古堡的大门，就相当于唯一通道了。对，唯一通道。进来看看里面有什么，别有洞天呢。漂亮啊！那时候在很早之前嘛，它上面大概是126户还是好多户？有120多户。这个地方它以前也是一户，来到这边它也是一户。包括这地方年代很久了，他就把它就是说，当时他那个老爷子怎么想到来这边住着？但是是当时父亲弟兄多啊，分来铁多少啊，就相当于兄弟太多了，分家那个也不少，不够，就来这里自己开垦了。那个就说谁开荒谁受益了哇。
这种大家这样挖换的你的镜头拉到这里，那4个字“天地生成”。然后他当时这个它是个蓄水池啊，然后人们在上面生活，全靠这个地方的蓄水供养给人们饮用。它等于山顶上没有水，只能靠天上的水。对对对，你们几十年前就最近你父亲，包括你当时住在这里，喝水是怎么解决？就这里喝水还在下面跳上来挑上来啊。如果现在住在这里，可能还得从下面提水上来。下面抽上来啊，抽上来。哎，没些管子抽上，我水泵那些都准备好了。现在你从天空俯瞰，它就是一个航空母舰。这上面石头太多了。这地方海拔也有点哈，这里好像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在这里建一个城堡。那是带到那种幼时嘛，一手来讲。明朝之后可能就荒废了哈，就清朝可能清朝过还有人住。其实我说句实话，如果假如说没有当时他老爸那样的，就是很辛勤的去劳作，根本你就这个地方一荒废，随着这时间一生长，它很多东西就变成山一样的。哎，对对对，你就没路了，你就上不来了，对，自然的荒废了。对，因为这个山这个地方，它随着时间的这个流失啊，它会长起来的，是吧？就跟我们说房子一样的，没人住，哎，它就坏掉。对，这个长一些青苔啊，这些坏掉。他这个还是有大功劳的。他在这里住了多少年？我从开始搞哈到现在30多年，比我大。快40年了，就差不多就是按40年算了。他现在下去休养了是吧？对他身体不适。你看嘛，包括他这个房子的地方，它就这个样子的，你看没有？啊，对，地基一格有地基，对。这上面还挺大的，有好几，可能有算起来有2、3千平米呢，不止，可能还不止。这边是头，那边是尾，像他这些应该就是以前都有的哈，这个。以前应该都有。我估计他以前这里还有点像城墙一样的，可能还更高。他整个当时这个城堡就管辖周边所有的，对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小的军区嘛，可能就是这样的，就是部队住在这里。他这里就相当于是一个悬崖村一样的一个悬崖，因为毕竟比较高。然后当时呢，它军事作用嘛，就是对，它就是发挥这个军事作用，对，日要塞。对啊，它做的话，你看从空中俯瞰的话，它就跟那个航空母舰那个舰艇造型很像。像这边，当时这几十年就你们一家人，有没有其他人想上来住啊？有，但是我不答应。啊，那是这里人多，反而没那么好，一家人自由自在的，可能就是有点像世外桃源。哎，对，这个确实可以说世外桃源嘛。对。因为这等于像是这一座山都被你管理、被你弄嘛，这多好。养东西，我估计以前养了很多鸡鸭这些吧。有。他现在今年贵庚啊？年纪多大了？62。62，哇，在这里生活了40年了，那20来岁就上来了。刚刚遇到了2位，一位是那位老人的儿子，就是他在这里居住了差不多20年，还有一位呢是当地的村领导啊，他那个非常热情，带我们上来的。现在他们有事就先走了，我们在这里再转一转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呢，很多石头，在当年这里是一些小房间。刚才他们2位也介绍了，这个地方最多的时候大概是120个房间，所以说早期的话还住了很多年，住了很多人。80年代这位大哥他的父亲就一个人来这里居住了，大概是21岁的时候搬上来，在这里大概生活了40年，确实很佩服他呀。你像他们介绍，当时住在这里喝水是怎么解决的？是从山下挑水上来的，因为这个上面呢是没有水，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电，电是后期通，相当于就是在这里隐居了差不多40年。今天我们没有看到他，是因为那位老人最近身体不太好，下去相当于休养了嘛，因为这里毕竟爬山不方便。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相当于是个城堡，就这个铺子的最前方，就是头部。从空中看的话，这个铺子相当于一艘航空母舰一样的，也可以说是一个脚印一样的，这个非常有意思啊。因为当时它这里呢
相当于就是一个小的我们说屯兵的地方，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的军区嘛。他士兵呢就在这里居住，管理呢周边的军务。当然了，当时的那个政务不是在这里。同时，这个地方也易守难攻。在明朝的时候，这里属于军事城堡。明朝灭亡之后，这些人的待遇啊，可能就没有了，就变成普通的老百姓。因为在贵州，其实留下了很多这种屯兵的地方，军事城堡。只不过明朝灭亡之后，当时吴三桂在云贵嘛，是平西王，他呢这些人的待遇肯定是没有了。清朝呢，这里可能就变成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地方。按照他们讲的话，在同治年间人还是很多，只不过从同治之后人就开始变少了。在当时，这里还是有城墙的，那么这个城墙可能有好几米高，包括下面这里也可以看到。那远处呢，就是这个燕楼镇各个村落，好像是8个村。下面交通很方便，就在马路下面。我们现在站的等于就是在当时的城墙上面。有一点呢，我们得说一下，这里的屯兵，就是城堡属于石头的，因为贵州这边属于喀斯特地貌，最不缺的就是石头。包括刚才那个大哥他也说，贵州山多，石头多。那么在西北我们看到的那些，普遍呢属于黄泥土制作的，就是相当于是夯土嘛，因为在大西北都是黄沙、黄土高原这些沙漠，那自然而然的话，石头就比较少。前方那些应该是石头，只不过是倒塌了；前方那些当时应该也是房屋，只不过倒塌了。我今年可能还会去西北，到时候再带大家看一下大西北的城堡，还有大西北的长城。在这个城堡上面，其实也是分了区域的。它这里是一个屯兵的地方，那么就有军官，还有我们说的普通的士兵。所以我在感觉前方就是这个屯堡的最前部，应该是属于他们领导军官居住的地方，因为也分开了，我感觉是这样的。下面这些就是当年的城墙，现在也破败不堪了，四周都是围起来的，里面呢还有一层，相当于我们经常说回字形一样的，或者是说内层跟外层，它是必然而然的，外面属于防御性的，那里面呢是住人的。那么当时他的士兵训练是在哪里呢？应该就是在这个屯堡的下面，只不过呢他们生活居住是在这个上部。它这里其实也算是中间高两边低，然后前方看到呢，这个就是水池，在明朝的时候，包括几十年前，可能这里呢相当于是储水池，靠天吃饭一样的。不过呢，它这里跟大西北的那种一样，都是一些残存的遗迹了。在大西北那些城堡，现在基本上也只能看到一些我们说的夯土城墙，还有呢一些简单的东西。它很多地方里面还种了一些玉米，种了农作物，包括有些改造成影视基地，像我们最熟知的《大话西游》，就是在那个宁夏的一个影视城拍的，那里最早就是一个城堡，跟这个类似的，只不过那个面积大一点，而且是在平原上面。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看看，这里面树木还是挺茂密的，因为毕竟有一位我们说的大爷，他一直在这里整理，弄了几十年，就上面的很多石块呀，被他好好的整理一下，包括我们刚才进入那个大门的那里，全是他砌起来的，不简单呐，几十年日复一日的。像这一块全部都是一些小房间，就当时一直都是有人居住的。他这里大大小小的房间120个啊，那么当时
住的人还挺多的，基本都是拖家带口，太多，全部呢是沿着这个山上而建的，非常有意思啊。前方这些比较整齐的，就是当时那位大爷他在这里修建好的、整理好的，在这里住了40年。这些房屋都比较整齐啊，你像这些都是他砌好的，包括下面那个大门城墙都是他。那当时这里我估计呢，养鸡、养鸭、养猪都有，而且呢，这些树木肯定也是他种植的，因为看得出来，在刚才这座屯堡的前方是光秃秃的，而这里呢茂密，那就是他一手种植起来的。你看前方那个比较大的，就是可能早期种的。这个地方跟湖北恩施的一个独家寨很相像，那里是一位老爷爷在那里隐居了50年，相当于是一个人的寨子。而这里呢，也可以这样说，是一个人的铺子，一个人的城堡，独自隐居40年，都是很相似，也可以称为独家寨。你像这些房屋，全部是那位大爷他建起来的，整理好的。这里房屋还挺多的，看看这个，我就在网上看资料说他自己也介绍，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，因为要搬这些石头，一个要力气大，一个有耐心。你像这一栋小小的房屋，可能就10几20个平米，你没有10天半个月，你是搞不定的。包括这栋房屋，它的上面盖的，我们一般说是瓦，它这里都是用石头。不过现在倒塌了，估计之前应该是他住的。看起来像啊，应该是卧室，不过现在人搬到下去休养了，这里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没住就倒塌了。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场合，一家人坐在这个聊天，特别是在外面树林里也好，或者其他地方，在这里吃饭也可以。我估计他们当时吃饭呢，也有可能在这个桌子上面，挺好的。然后往前走看看，哦，这里全被他整理得很好啊。这里真的可以称为世外桃源。外面那些大的石头可能是以前保留下来的，但是上面我看到了很多，肯定都是他自己砌成的，包括上面的一些瓦呀。所以说，称之为世外桃源不为过。它这种山上石头太多了，我简单的看了一下，很多石头是他自己弄碎，把它整理好的，把它堆砌而成的。现在的这石头看起来是非常平整，也是那位大爷在这里生活了40年，花了时间功夫把它整理好的，要不然不会这么完整。因为经过几百年的时间，这里的石头已经很乱了。这边我们就全部看完了，现在准备出去了。它这里同样也是只有一条道路的。这些呢都是这位大爷跟他儿子可能弄的。这里就是大门，出去的话就是一条相当于爬山的道路。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很完整啊，很好走，但是当年的话肯定是破破烂烂的，经过那位大爷他经过修缮才弄成这个样子。像这位大爷在这个山顶隐居40年，种菜养鸡，大家羡不羡慕这种生活？我们都说是人间天堂，也算是世外桃源，但是说句实话，有多少个人能够耐得住这种寂寞？毕竟在一个这样的地方生活了40年的时间，不简单呐。